没走？今年和我们提出解约的客户有5个。方丽这招真狠，让我们内外交困。你现在这个状态，不是因为方丽吧？其实我早就知道，他就是英童。我也知道你们为什么分手。是当初英童在推动彭江空难调查重启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秘密。原来我是最后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难道你现在在意的还是他对你隐瞒身份吗？能把你这种男人打垮的，只有你自己。你是因为已经知道了他的苦心，发现一切都已经晚了。你其实是在恨你自己。人们总是这样，总是在防止自己受到伤害。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伤害了别人，那种负罪感才是最折磨人的。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我不会劝你把他追回来。最爱的人，未必是命中注定那个陪伴我们一生的人。但是我们爱过的每一个人，都让我们的自身变得更加完整，也都给予我们面对生活的勇气。我本来不应该越界说这些，但是曾经在我最迷茫的时候，你帮助过我。我不想看到那个给我勇气和力量的人，也因为感情消沉下去。谢谢。听说今天方丽开大会，可能会宣布新的人事任命。我猜到了，我是他最后一个目标。二位早，一会儿见。这是我上任以来给大家开的第1个会，客套的话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当年我在季格工作时候的同事，当然也有我的同学。我这几天一直在研究季格的现状，尤其是季格的组织构架，我发现了很多问题。与我当时离开季格的时候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多了一个危机公关部门。我看了这个部门的工作报告，也向其他人了解了这个部门的工作情况。说实话，我很不满意。钟硕，虽然你是我的同学，但是我还是要批评你。
你们部门除了解决了几件漂亮的危机公关以外，业绩实在是太差了，没有一个季度是达标的。危机公关部门本来就是处理客户突发事件的，也不是以业绩为前提的。而且，林总处理的那几件危机公关事件，在社会上和业内口碑都是有目共睹的。你说的这些我了解，但是我们季格公关不是慈善机构，要想生存，就要盈利。公司不盈利，拿什么给大家发工资呢？我已经做了决定，除了我之前宣布的整个团队人员各降一级以外，钟硕，你作为领导，降2级应该没问题吧？本身任何一家公关公司的危机公关部门都不用向 CEO 直接汇报工作的，没问题吧？我服从公司安排，完全没有问题。大家觉得有什么问题吗？霍总有问题吗？那好，就这么决定了。钟硕，你这是干嘛呀？既然我现在已经不是副总了，就没有必要坐在这儿了。我这么做也是为季格好，我只不过是想让你检讨一下，我并没有说绝对不能恢复你们部门员工的职务啊。这样吧，只要你把我手上这个案子做好，我保证你们部门所有的员工都恢复原职。什么案子？彭翔空难。彭翔空难的黑匣子已经找到了。昨天，空难当事国的政府已经找出了彭翔空难初步原因。这是彭翔航空昨天连夜发给我的资料，你看一下。看清楚了吗？很显然，飞机失事跟机长没有关系，是氧气系统发生故障而爆炸的，是机务人员检修的时候遗漏了氧气压力的问题。这可完全都是彭翔航空的责任。这不是林总当记者的时候报道的那个空难吗？这不是报道错了吗？没错，就是这个。空难的真实原因很快要曝光到各大媒体。彭翔航空已经启动了赔偿预案，他们希望我们配合他们主导中国地区的公关。钟硕，4年前你帮过他们一次，我希望这一次你再帮他们一回。近日，彭翔航空事故调查中心宣布，2016年彭翔空难 TD2488 航班黑匣子已经被找到。报告显示，航班坠机原因为后货舱内氧气隔舱高纯度氧气泄漏，进而剧烈燃烧，发生爆炸。请进。坐。
霍总找我什么事儿？方总，我不希望派林钟硕负责彭翔空难赔偿的事。鹏翔航空可是他拉来的客户，你有可能不知道，4年前的那个报道，他帮了鹏翔航空多少忙，那边很信任他，做这件事儿非他莫属啊。是啊，我正要说这件事，如果让林钟硕来负责这件事，万一在哪个方面没做好，让外界又知道了，这传出去就是我们季阁用人不善了。霍总不愧是季阁的老人，处处都为了公司的利益着想。方总是重返季阁，也是我们季阁的老员工，一定能理解我的想法的。我当然在乎公司的利益，不过钟硕是我的老同学，4年前的那个报道，是钟硕一生当中都抹不掉的这个污点。我想借着鹏翔航空空难赔偿的这件事情，来弥补他的过失，于公于私，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所以，方总这么做是在帮林钟硕？不然呢？在霍总眼中，我们是死对头，但在我方丽心里，我永远忘不掉我们4年大学的同窗之情。鹏翔空难一直是钟硕的心结，如果他能处理好，他也能从这件事里走出来，不是吗？那看来是我狭隘了，忽略了你们的同窗感情。但方总真的有把握林钟硕可以处理好这件事吗？那就要看他自己了。我能帮的就这些。那既然这样，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但如果林钟硕在这件事的解决方法上有问题，我为了公司利益考虑，会立刻停掉他的工作。他是你的下属吗？听你的。你们现在手里边拿的就是鹏翔航空发过来的遇难者家属的赔偿方案。我们现在就是要根据这个方案来配合鹏翔航空做公关工作。我没看错吧？每个遇难者10万美金补偿。林总，现在国内一起车祸的赔偿都比这个多。现在空难的赔偿是根据蒙特利尔公约，但是鹏翔所在国并没有加入到这个公约，所以这个赔偿的金额不能参照蒙特利尔公约里边的最低标准。可是如果这个赔偿标准被公布出去的话，鹏翔航空是要被骂死的。是啊，鹏翔航空的意思就是，我们先拿着这个标准，去说服一些遇难者的家属，这样等到他们公布的时候，家属的情绪就不会过于激动。这个是中国籍遇难者家属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先攻破上面这几个遗属，接受这个赔偿。行了，林总，你别说了，这工作我们做不了。人命关天的事情，不能这么便宜就算了。是啊，林总，这个价格也太低了，我们都没法说服自己。我也知道这件事情呢，是为难大家了。方丽在这种时候给我们这个工作，就是为了要看我们的笑话。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罢工的话，就随了方丽的意了。那我宁可离职，这样的公司不干也罢。客户可以没有价值观，但我们不能没有。如果我和你们一样，可以随便放手，又该多好。好了，
不为难大家了。拜访家属的事情，我自己一个人去吧。现在彭翔空难的真实原因已经被揭露了。香依姐，我觉得我们之前既然做过这个报道，我们现在还需要再跟进一下。可惜文文姐不在，这种报道她跟进最合适了。香依姐，你跟文文姐还有联系吗？能不能借彭翔空难这个赔偿的事情，请她回来？就算他不在，这个报道也要继续跟。现在停下手里所有的工作，专门跟进彭翔空难赔偿的事。好，知道了。林总，你还真是给我惊喜。只要我在及格，我就是你助理，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就在这附近啊！那个叫杨晓的家属开了一家服装店。哎，林总，应该就是这儿。请问有人吗？有人，有人。请问想看点什么？请问您是杨晓吗？对。你们是？我们是彭翔航空的公关代表，过来跟您谈下您丈夫赔偿金的事情。走，你去哪？你说这不愧是干公关的，是不是笑话？一个比一个会见风使舵。我们还没离开公司呢，至于这么对我们？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要低调。等林总哪天翻了身，有你们好看。可拉倒吧！我担心的就是这个，我真的好怕他这回真的凉了。如果林总真的按彭翔给的那个赔偿金数额去跟遇难者家属谈的话，事情闹大了，他就真的没有办法再在公关圈混了。霍总，怎么，在聊彭翔空难的事呢？林总自己想往火坑里跳，我们拦都拦不住。怎么了？彭翔航空给每一个遇难者家属只有10万美金的补偿金，林总不但没去跟彭翔航空谈判来增加这个数额，反而先去说服遇难者家属。我是真的不相信有哪个遇难者家属能接受这点钱。这林钟硕，一到彭翔航空就完全没有原则。什么意思啊？难道林总跟彭翔航空还有其他瓜葛？你们为什么先来找我？因为您是遇难者家属委员会的会长，如果您答应了，我们说服其他人会更容易些。你结婚了吗？
如果你的老婆在飞机上死了，航空公司的人拿着10万美金来找你，你会怎么办？对不起，您的这个问题我无法感同身受，我只是在完成我的工作。好，那我告诉你们，我现在的感受。你们现在这么做，等于是把我老公的尸体从坟墓里拖出来，狠狠地抽他尸体给我看。你们这是侮辱他，也是羞辱我。请您不要用这种不恰当的比喻。我们的赔偿标准符合空难当事国的国家标准。标准？你们知道多少家庭一夜之间被毁了？多少父母没有等到空难的原因就已经含恨去世了？我以前也是公司高管，可是我老公去世以后，我没有任何心思工作。我在家整整待了2年，2年，我才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了这家店。我告诉你，能够挺到现在的家属，都是九死一生。我问你，这些年我们这些家属的精神折磨怎么算？用什么标准算？您的心情我理解，但这不是您索要高价的理由。我们赔付的只是遇难者的钱。出去。杨女士。林总，现在怎么办啊？回去再说。看来是我想简单了。用常规的方法，家属是不会同意的。那林总是有不常规的方法，对吗？杨晓开的是女性服装店，但是他的店里有男性经常过来的痕迹。他的桌子上放了一个烟灰缸，烟灰缸里是同一种过滤嘴的粗烟，是男士烟。杨晓跟我聊了这么久，都从来没有抽过烟，所以杨晓可能有了新的感情生活。子平、玛丽，你们2个现在就去杨晓的服装店门口观察她的行动，看看她是不是有了新的男朋友。我明白了。意思是，杨晓如果现在有了新的恋情的话，就可以以此来要求他同意鹏翔航空给的赔偿标准，对吗？如果真的是这样，他再提出精神损失赔偿就是不合理的。毕竟，我们赔付的是遇难者的钱。林总，你这个方式用的挺熟练的哈。你什么意思？当年你报道鹏翔空难机长有精神病自杀的时候，不是也是用的这个手段吗？只要能让鹏翔航空摆脱责任，多么卑劣的手段你都用得出来，对吗？我特别想问问你啊，当你知道那个机长的遗孀因为你的报道而自杀的时候，你什么心情啊？心疼吗？还是说就觉得死了活该？这都谁告诉你的？霍总全都告诉我了。要不是霍总告诉我，我们所有人全都蒙在鼓里。你可真聪明。你一开始上来先不做好人，你让我们所有人全都讨厌你，然后再想办法让我们对你刮目相看，喜欢你、崇拜你，一点一点的控制我们。你太会演了，我们全都被你给骗了。
我现在告诉你，其实一开始你都不需要演的，因为从头到尾你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烂人。话说完了吗？说完，你现在可以出去了。你被辞退了。那我谢谢你了，不用你辞退我，我早就要走。跟你这种人在一起工作的每一秒，都让我恶心。好，那就继续完善赞助的流程，并且要了解好每个赞助厂商的需求。为什么要告诉马林他们？我不想看到你在彭翔空难的问题上一错再错，我希望他们能够阻止你。我以前觉得你只是很狭隘，现在才知道，原来你还很虚伪。你巴不得所有人都孤立我，这样我就可以早点从公司滚蛋了。从我进公司的那天起，你就盼望着有这么一天。我是在帮你，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了。彭翔的问题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解决。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来帮我。你们所有人都是来看我笑话的。不要把人往坏了想。我觉得你先冷静冷静，你想想这件事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彭翔航空的事情，我一定可以自己解决的。你等着瞧吧。请进。你是来辞职的吧？我刚从服装店那边过来，这里面存的是我拍到的杨晓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相片。林总，您帮过我和玛丽。临走之前，我们也帮您一次。玛丽那份儿，我替她还了。您多保重。四平哥，怎么？什么事儿啊？还不是彭翔空难赔偿的事情。林中说这次真的把自己玩完了。怎么会呢？他从一开始就在玩火。我听他们部门的人说，他居然要用威胁的手段逼一个叫杨晓的家属同意赔偿条件，就是因为他发现这个杨晓又交了新的男朋友，而且这个杨晓在空难之后得过严重的抑郁症，曾经自杀过2次。
我真怕他被林钟硕再刺激，又出了什么事。那你觉得怎么办呢？方总，我们不能因为客户的利益，就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如果林钟硕他真的这么做了，请你一定同意我停掉他的职务。让我想一想。我听说杨晓已经同意了鹏翔航空的赔偿条件，终于搞定了一个，辛苦了。没什么，鹏翔航空明天会派人来开个沟通会议，看看还有什么新的收获。您放心，只要家属不闹，不会有什么舆论。看情况吧。佳姐，林总这次真的是错了吗？你这个助理当的还真是投入啊，明摆着的事实都看不清楚。我不是看不清楚，我就是觉得，如果连林总都不能相信，那我还能相信谁啊？静雅姐，你说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儿啊？我现在就只想赶紧把杨晓同意鹏翔航空赔偿金的稿子写好，发出去，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也算不欠林总什么了。喂，什么？林总，杨晓自杀了。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杨晓人下落不明，如果真是跳河自杀，到现在已经过了抢救的黄金时间了，人可能已经不在了。不打算逃避责任。你代表的是公司，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鹏翔航空刚才给我打过电话，说等明天他们的负责人过来以后再商议。霍总，今天先不要回应。如果有媒体采访，就说我们希望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集中搜救上。好。这都是我的错。如果当初我拦着林钟硕，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当年害死一个，
现在又补上一个，没人能救得了他。我觉得，明天仅仅是林钟硕认错，并不能解决我们季格公关跟鹏翔航空的危机。还有别的办法吗？虽然我不忍心这么说，但的确有一个转移视线跟责任的方法。你说。林总，这是静雅姐的，她不好意思交给你，让我转交给你。你的呢？你什么时候走？我没想走。你也走吧，我这儿不需要你。不管你和公司遇到什么困难，我让你走。怎么样了？我刚了解了情况，杨晓是留下了遗书，这户人就失踪了，但是有邻居看到他深夜往河边走。遗体打捞到了吗？还不能确定是跳河自杀，不过杨晓有抑郁症是真的，这个是有医院诊断的。新闻上说杨晓的自杀是当时鹏翔航空的公关代表逼迫的，会不会就是林钟硕啊？如果这个人真的那么可怕，幸亏文文姐离开他。也不知道文文姐有没有关注杨晓的报道。干嘛躲着我？我不知道要跟你说什么。我说过，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会是我最好的朋友。对不起，我们选择了不同的路。我可以为你求方力，保住你在季格的工作，只要你和林钟硕划清界限，他就一定会同意的。还没到最后一刻，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我相信林总，他是不会失败的。啊，你是住旁边的吧？我们刚搬进来的，有空过来玩吧。妈，这叔叔还挺帅的。把门关上。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什么需要我随时联系。
案发上面将空难遇难者家属自杀之后，彭翔还会是继续还是休庭，还是提高赔偿？这位是我们的 CEO 方总，这位是鹏翔航空的 Mike， 你好，这位是 Kevin， 你好。那个自杀遇难者家属现在什么情况？还没有消息。发生这样的事，我对这个公关非常失望。这属于节外生枝搞出的事情，我们希望这个公关可以负全责。麦克，我们并不想推卸责任，但这件事情的起因是由于你们对于鹏翔航空遇难者家属的赔偿金太低，所以我们迫于压力，才采取了一些不恰当的手段。我们的赔偿完全符合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我们对机上所有的乘客都是同一标准进行赔偿的。如果提高对中国乘客的赔偿，势必也要提高对其他国家遇难乘客的赔偿。这样的话，就超出了保险公司为我们担保的总金额，多余的钱就要我们自己来承担。但这样的话，也可以表明鹏翔航空对这起空难的责任心跟承担的意识啊。我觉得请你们记住，你们是为我们服务的，不要再想说服我们提高赔偿金额了。这个金额是总部的决定，是不可能更改的。怎么解决杨晓这件事，是你们的事情。麦克，如果让我们季格把所有的责任都揽过来，我作为负责人是不接受的。这件事情是我惹出来的，我愿意承担责任。那我差点忘了，麦克，你们是老朋友了吧？对不起啊，麦克，辜负了你的信任。我愿意先当众发出声明，表示这是我的个人行为，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再向杨晓的家属悔罪。可是，钟硕，你一旦把责任都承担下来，以后在公关界可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就像你当时在媒体界一样，你可要想清楚。只要能让公司还有鹏翔航空撇清责任，我愿意这么做。香依姐，苏荷说他那边准备好了，随时待命。不过我们这么着急去丽溪酒店干嘛呀？到了你就知道了。林先生，我有一件担心的事情，不知道应不应该和你讲。你是指我当年的那篇报道 ？Yes。放心吧，我不会提这件事情的。毕竟这件事情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可是我担心你一露脸，媒体就会挖你的过去。那我也会同样承认，这是我一个人的责任，跟鹏翔航空无关。王总，都准备好了。你确定要这么做吗？我觉得，明天仅仅是林钟硕认错，并不能解决我们季格公关跟鹏翔航空的危机。还有别的办法？虽然我不忍心这么说，但的确有一个转移视线跟责任的方法。你说。
将当年林钟硕因为错误报道导致机长遗孀自杀的事情曝光出去，这样公众抨击的焦点就会转到林钟硕跟鹏翔航空身上，我们7个公关就可以减轻舆论压力。要是这样的话，林钟硕不就毁了吗？那公司利益怎么办呢？冯总，我们没有时间了。什么时候把消息报出去？明天发布会现场。我真的是怕钟硕挺不过去呀。那就只能看他自己了，我们也是没办法的选择。其他同事呢？他们怎么说？会不会觉得我们这么做太无情了？我都想好了，就说是我的主意。我是公司的老员工，其他人应该可以理解的。好吧，这件事情一旦曝光出去以后，我再劝劝鹏翔航空，让他们提高赔偿金。到了那个时候，他们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也不得不多放点血出来。到时我们就可以全身而退了。